第一个环节呢，我们就对比一下这两款车它们的底盘结构、用料表现到底怎么样。当我们把这两台车底盘都抬起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它们的底盘的规整度做得非常的高，而且电池没有任何凸起的地方。然后它的整个底盘呢，护板也都有了。好处除了能够对底盘有一定保护作用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对底盘有很好的整流效果，能降低底盘的噪音。OK。然后在悬挂结构和用料这一块呢，这两款车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然后前面都是双叉臂，后面是5连杆的结构。前双叉臂它的下 A 臂呢是做成了2个连杆的形式。这种结构呢，其实和很多德系的豪华品牌车型是比较像的，比如像宝马、奥迪等等的这些车型，更有利于对车辆操控和舒适性方面更多角度的去调教。然后这两台车呢，悬挂也前悬基本上都是铝合金的材质，而且还用上了前面是2个大活塞的卡钳，这也能保证这两台车其实它们的制动力表现都是比较优秀的。说完前悬结构呢，后悬值得一说的就是这两台车它们都用上了非常粗壮的后铝合金的副车架，这个其实在同级别车型里还是比较少见的，包括像40-50万的豪华品牌车型里面都是没有的。然后它们的后面都是标准的5连杆的结构，这个时候两台车呢在结构上就有一定区别了。新纪元 ES 它又多出了 CDC 电子减震器以及空气弹簧，这个是智界 S7 所没有的。除此之外呢，这两台车在后悬结构和用料上面也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它的下摆臂用了铝合金的材质，还有一个上支臂用了铝合金的材质，其他都是铸铁件。总体来说呢，这两台车它们的底盘结构和用料表现都是挺优秀的。当然了，新纪元 ES 要多出了空气弹簧。